倭黑猩猩的交配方式为何会采用多夫多妻？难道就不怕近亲吗？众所周知，动物界中猿类是与人类亲缘关系最接近的生物，而猿类动物中，倭黑猩猩与人类的基因最为相似，它们的一些行为甚至生存方式都与人类十分相似。但有一点不同的是，在倭黑猩猩的世界里，采用着多夫多妻的交配制度。那么它们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繁殖策略呢？早在3000万年前，人类的祖先与黑猩猩还属于同一物种，但是随着人类祖先不断的学习进化，我们成功进化成了人，而其他同伴则停留在猿的阶段。倭黑猩猩属于黑猩猩属下的其中一种，它们的体型比普通的黑猩猩小，而且它们的性格较温顺，可以直立行走，与黑猩猩有着很大的区别。根据研究人员对倭黑猩猩的观察，发现它们属于高度智能化、社会化的动物。它们一般会生活在比较稳定的地区，一个种群中多达150只成员。倭黑猩猩属于杂食性动物，平时以水果、树叶等为主要食物，偶尔也吃鸟蛋或捕捉小型脊椎动物。人们还发现，倭黑猩猩的不同种群之间也存在着联系，并且它们会维护母子间的关系。离开种群的倭黑猩猩会找经常回到原来的种群中探望母亲。除此之外，倭黑猩猩之间有着属于它们的独特语言，它们可以通过这种语言进行交流，还学会了使用工具，是已知仅次于人类的最聪慧的动物。而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分享行为。在以前，人们认为分享是只有人类才拥有的行为习惯，但倭黑猩猩的奇特之处是，它们更爱与陌生猩猩而不是熟悉的同类分享食物。这一举动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，类似于人类的社交行为。按理来说，与人类极其相似的倭黑猩猩在生殖繁衍这一方面也应该向人类看齐。但是神奇的是，在倭黑猩猩的种族之间并不存在着求偶行为，它们不仅奉行多夫多妻的交配制度，甚至连年龄、性别在他们眼中都不是问题。对于其他动物来说，拥有交配权是需要通过争取的，因此大部分动物中的等级制度都划分得非常明显，只有拥有权力的统治者才有机会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。但倭黑猩猩却完全相反，它们更倾向于利用交配来解决其他问题。其实这与它们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。倭黑猩猩这一物种习惯平静的生活，多夫多妻的交配制度更有利于它们避免一些无谓的斗争。可是倭黑猩猩这种交配制度要如何避免近亲繁殖呢？其实倭黑猩猩的雄性幼崽也会与母亲发生交配行为，但是它们6岁以后就不会再与母亲发生关系了。而雄性幼崽的性成熟时间是12岁，所以尽管进行了交配，也不会令它们的母亲怀孕。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，雄性幼崽在成年后仍旧会留在种群中，雌性倭黑猩猩则会离开自己的种群，加入到别的种群中。在它们进入新的种群后，也同样会通过交配行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并且它们交配的对象不仅限于雄性，对于种群中的雌性首领，取悦它们的方式也同样是二者之间的性行为。那么为什么雌性倭黑猩猩可以如此不顾一切地进行交配呢？其实这是因为倭黑猩猩一年四季都处于发情状态，它们只有在怀孕期间不会进行交配，其他时间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发生交配行为。而且雌性倭黑猩猩并不会轻易怀孕，它们的孕期长达8-9个月。频繁的交配使得雄性无法确定雌性怀的是否是自己的孩子，达到一定的混淆父权的目的。研究人员发现，雌性倭黑猩猩会干预自己后代的交配，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可以成功交配，它们还担负着为儿子介绍对象的责任。在倭黑猩猩的世界中，雌性比雄性的社会地位更高一些，它们的这种行为确实大大提升了后代的生育率。那么雌性倭黑猩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专家推测这可能是雌性倭黑猩猩的一种策略，用这种方法提高后代的生育率，不仅可以更多的延续自己的基因，而且不需要自己参与生育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如此看来，倭黑猩猩的智商确实与人类相近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别的看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